我们来讲述一个新的神明帕尔瓦蒂。帕尔瓦蒂女神是湿婆的妻子，也是印度神话中唯一一个成功与湿婆交合的女神。作为宇宙中灭世之神的妻子，帕尔瓦蒂女神的出身自然也是不一般的。传说帕尔瓦蒂是喜马拉雅雪山王的女儿，是印度母河恒河女神的亲妹妹，而帕尔瓦蒂的母亲则是圣主达刹的孙女之一，名为曼娜。当萨蒂因为圣主达刹的傲慢而自焚之后，梵天与毗湿奴不得不硬着头皮再去请求世界之母萨克蒂女神再次转世拥有实体。萨克蒂女神拗不过他们两个，决定再次转世，于是梵天与毗湿奴再次忙活了起来。喜马拉雅山的神格化身喜马拉雅山之王名为喜马歇尔。喜马拉雅雪山王后来就与圣主达刹的孙女，也就是萨蒂的侄女结了婚。在毗湿奴的安排下，这对夫妻向世界之母萨克蒂女神进行苦修进行了27年，才得到萨克蒂女神的欢心，降生为喜马拉雅雪山王与曼娜的女儿。而在女儿诞生的第一天，世界就充满了生机，于是他们举办了一个极为盛大的庆典，仙人们也聚集到一起，为这个出身不平凡的新生儿起了3个名字，分别是加离、杜尔加、帕尔瓦蒂。这时一个仙人通过新生儿的手相预言说道，这个孩子不一般啊，他将来会嫁给一位瑜伽行者，这个人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是世界诞生之初就存在的。雪山王与曼娜一听就犯起愁来，说道，仙人，您这是暗示我的孩子将永远不会结婚吗？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仙人急忙更正说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符合这个条件，他就是湿婆，你的女儿将来会嫁给湿婆呀。听到仙人这么说，雪山王夫妻2人才转忧为喜。这次萨克蒂女神的转世帕尔瓦蒂，因为他父母没有偏见与执念，而众神也吸取了萨蒂的经验与教训，从帕尔瓦蒂小时候就加以引导，于是长大了的帕尔瓦蒂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注定会成为湿婆的妻子的命运。但此时的湿婆也因为萨蒂的死亡进入了冥想之中，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神与人能够唤醒湿婆的冥想。这下子众神就着急了，帕尔瓦蒂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如果湿婆一直在冥想之中不醒来的话，即使帕尔瓦蒂拥有资格也无法与之结合的。于是这时梵天与毗湿奴又聚到一起开会。梵天对毗湿奴说道，那罗延，现在帕尔瓦蒂已经长成了大姑娘，也在众神的帮助之下认识到了自己萨克蒂的本质，我们现在也该唤醒湿婆了。毗湿奴说道，不可啊，梵天，要知道打破湿婆的冥想惹怒了他的怒火将为世界带来灾难。梵天道，我已经等了太多的时间，如果再不采取行动，难道我要永无止境的等待下去吗？我已经命令我的儿子爱欲之神迦摩去引领湿婆与帕尔瓦蒂产生爱欲了。毗湿奴一脸无奈道，梵天，你操之过急啊，迦摩此次必定有去无回。就在2神说话期间，爱欲之神迦摩已经来到了湿婆冥想之地，在春之女神的帮助之下，爱神迦摩开始向湿婆射出爱欲之箭。迦摩的爱欲之箭可以说是整个印度神话中比较特殊的神器。迦摩的爱欲之箭锋利无比，可以穿透世间一切坚硬的东西，但同时爱欲之箭也无法伤害到任何人。当第一支爱欲之箭射入湿婆的心中，湿婆顿时感觉心情舒畅放松。第2支箭射入湿婆心中，湿婆顿时感觉来到他身边的帕尔瓦蒂变得美丽动人，妩媚异常。此时在爱欲之神迦摩的强助攻与帕尔瓦蒂本身对湿婆的吸引双重夹击之下，湿婆顿时从冥想之中醒了过来。醒过来之后，湿婆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劲。当湿婆看到爱欲之神迦摩时，顿时明白了一切，瞬间愤怒的湿婆睁开了额头上第3只眼，第3只眼中射出一道无比炙热的火，可怜的爱欲之神迦摩被燃烧为灰烬。冷静下来的湿婆看着身边的帕尔瓦蒂说道，帕尔瓦蒂，你生前的萨蒂因为没有摆脱人性中的愚蠢与固执与我成婚，
最终导致了恶果。而现在的你，帕尔瓦蒂，依然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妻子，世界的母神。去吧，去进行你自己的苦修吧。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冥想的山洞，只留下伤心的帕尔瓦蒂在那里站着。之后的帕尔瓦蒂就开始了苦修的生活，以苦修脱去人性中的固执与愚蠢。帕尔瓦蒂脱去了自身华丽的服饰，穿上了苦修者的装束，戴上了金刚菩提子，在湿婆曾经冥想的山洞中进行苦修。一开始，帕尔瓦蒂只吃食野果来维持生命，后来只吃食树叶来维持生命，再后来连树叶也不吃了。不论寒冷亦或是炎热，帕尔瓦蒂一直坚持着苦修。他轻声地呼唤着湿婆的名字，他的心中没有丝毫的杂念，平静的如同圣湖中的雪水。就这样，帕尔瓦蒂的苦修持续了3000年。1000年的苦修使得帕尔瓦蒂容颜憔悴，身形枯槁，也因为帕尔瓦蒂的苦修最终感动了湿婆。当帕尔瓦蒂苦修完成，脱离了人性中的愚蠢与固执之后，湿婆显现了出来。热泪盈眶的湿婆轻声的温柔的呼唤着帕尔瓦蒂的名字。神奇的是，当帕尔瓦蒂被湿婆唤醒，枯槁的身躯与憔悴的容颜竟然恢复如初。帕尔瓦蒂看着湿婆，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苦修。帕尔瓦蒂甜甜的一笑，调皮的说道：“哦，我的湿婆，哦，我的爱人，现在的我是否有资格与您成婚呢？”湿婆礼貌而不失尴尬的笑道：“当然，我的帕尔瓦蒂，我的萨克蒂女神，现在的你用苦修来向我证明了您的资格，现在就请与我回到基罗索吧。”帕尔瓦蒂则摇摇头说道：“那可不行，我的天真之主，我们必须有一个圆满的婚礼，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够一直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说完，帕尔瓦蒂就娇羞地跑出了山洞，留下一脸茫然的天真之主湿婆在山洞之中。当梵天、毗湿奴众天神得知女神帕尔瓦蒂终于完成了苦修，并成功地得到了湿婆的认可，都喜不自禁。梵天对毗湿奴说道：“那罗延，我们终于在此世成功地结合了湿婆与帕尔瓦蒂，现在已经什么都不用担心了。”毗湿奴看着高兴的梵天，摇了摇头说道：“不，梵天，我们需要为湿婆完成婚礼。要知道，湿婆是没有父亲与母亲的天真之主，他不知道人世间的礼仪。我们现在要派人去往帕尔瓦蒂父亲家提亲，并安排婚礼。最终，帕尔瓦蒂与湿婆的婚礼如期举行。盛大的婚礼由几万人组成。湿婆手持3叉戟，身穿兽皮，身上涂满了骨灰，而他的追随者们大多是苦修者与食人僧，他们手中拿着人头骨做的碗，畅饮着罂粟酒，嗷嗷地嚎叫着，表达了自身的喜悦。迎亲的队伍很快就来到了雪山王的宫殿之前。帕尔瓦蒂的母亲曼娜想亲眼看一下自己未来的女婿的容貌，于是就在门口迎亲。结果却来了一群形容枯槁的苦修者，行为怪异的食人僧。当曼娜得知骑在牛背上的将是她的女婿时，曼娜高兴地看去，结果却看到一个全身涂满着骨灰、身着邋遢、手持3叉戟、颈部环绕着毒蛇，还长着3只眼的怪人。这位可怜的丈母娘当场晕倒，所有的人都懵逼了，这是啥情况？女婿来了，把丈母娘给吓晕了。于是慌忙把曼娜扶进了宫殿休养，只剩下一脸懵逼的迎亲队伍和一脸天真的湿婆。曼娜醒来之后，死活不同意帕尔瓦蒂嫁给湿婆，自己的心肝宝贝不可能嫁给那种形容可怖的人为妻。没办法，众人只能反过来劝湿婆。毗湿奴对湿婆说道：“湿婆大神，您的妻子有着凡人的家庭，遵循着人间的礼仪，也请您洗去骨灰，脱去兽皮，换上华丽的衣冠，再进行婚礼吧。”湿婆一脸无奈地说道：“那好吧，那罗延，你是护世之神，理解人间的礼仪，就由你来办吧。”于是毗湿奴为湿婆沐浴更衣，穿上了华丽的衣服。
当众人簇拥着湿婆再次来到丈母娘曼娜的身边时，曼娜瞬间被湿婆的相貌所折服。一想到这位美丽的男子将要成为自己的女婿，曼娜的脸上充满了笑容。印度的婚礼是极为的复杂的，男女之间要做的仪式也极为的繁琐。经历一系列的曲折之后，湿婆最终与帕尔瓦蒂结为了夫妻。但他们两人结合之后，并没有像童话里一样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帕尔瓦蒂嫁给湿婆不仅是一件事情的结束，更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始。各位不要忘了，帕尔瓦蒂是萨克蒂女神的化身，三象神都有各自的配偶。创世神梵天的配偶是辩才天女，掌控着世间的智慧；护世神毗湿奴的配偶是吉祥天女，掌控着世间的财富；而湿婆的配偶则是帕尔瓦蒂，掌控着世间的力量。所以嫁给湿婆的帕尔瓦蒂仅仅是刚开始走向自己萨克蒂的本质而已。丢丢以前也说过，得到湿婆就相当于得到世界，得到世界所有一切的知识。成婚后的帕尔瓦蒂与湿婆回到基罗梭上后，帕尔瓦蒂在向湿婆学习知识时会忍不住打瞌睡，这一举动触怒了湿婆。湿婆让帕尔瓦蒂转世为一家渔民的女儿，通过这样培养她的专注力，从而获得世间的知识。又过了不知多少年，帕尔瓦蒂才有资格与湿婆交合。而这个时候，阿修罗王多罗迦已经把三界闹得苦不堪言。因为湿婆的赐福，阿修罗王多罗迦除了被湿婆的儿子杀死，三界之中几乎没有人能够与其为敌。阿修罗王多罗迦也很快地占领了三界，将天神们赶出了天界。天神们只好祈求护世神毗湿奴的庇护。毗湿奴心里想到，湿婆与帕尔瓦蒂早已成婚，如今帕尔瓦蒂通过与湿婆的相处，已经具备了能够承受住湿婆力量的能力，也是时候该催促他们要个孩子了。于是毗湿奴对众天神说道：现在多罗迦因为湿婆的赐福，只有湿婆的儿子才能杀死他，你们现在去求湿婆与帕尔瓦蒂女神吧，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才能够救你们。于是天神又跑到基罗梭去找湿婆哭诉。湿婆温柔地看着帕尔瓦蒂说道：我的女神啊，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来，我们来创造我们的孩子吧。虽然娇羞，但帕尔瓦蒂还是点了点头。于是湿婆与帕尔瓦蒂开始在基罗梭的山洞中快乐地成长，这一成长就是1000年。湿婆与帕尔瓦蒂一直处于交换的状态，众神在洞外等得内心焦急，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回过头来去求毗湿奴想办法。毗湿奴看着这些可怜的天神说道：男女之间的交换是天地的法则，谁也不能够轻易打断，这件事急不得啊。但毗湿奴在众天神苦苦请求之下，最终还是来到了基罗梭，向湿婆唱起了颂歌。毗湿奴的颂歌使得湿婆异常的欢心，得知他们是来求许自己生个儿子时，便对众神说道：这是我与女神交换所出的精华，你们想要的话就拿去吧。最终得到了精华的众神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方法诞生了战神鸠摩罗，最终战胜了阿修罗王多罗迦。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